电商亚马逊他们基本上我们在谈到现在这所谓的共享经济的一个框架里面，大家都会不断的分享，就好像你有这个点好评，哪家餐厅评价好不好，马上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也是集体智慧的一种呈现，这网络特有的一个特质亚马逊的电商当然最多就是看评价、看内容，好玩的东西就来了。那请问上面有关习近平的论述、著作、发表、谈话等等这些影像、影片或者这些商品的部分，到底该不该给评价呢？人民会怎么评价呢？他们直接下令说不准来评价，不准来评价习近平相关的这些事件在看到中共在整个作为言论相关前置的部分，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有些显然洗脑没有用，他们还是害怕人民自觉性的这些表达，您会如何看待？像亚马逊对习近平的著作禁止评分这种事儿，我觉得是暂时的现象。就亚马逊毕竟还是一个美国企业，他们早晚会像其他的那些外资一样，受到中国的层层的审查和限制，然后最后被踢出中国灰溜溜的离开。中国自己的网站不是也没有人敢说评论这领导人的著作吗？像习近平、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的著作也都没有评分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讲说中国正在开倒车，中国正在走回头路，我们参考的依据往往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比方说对习近平有一种个人崇拜限制言论自由反美反日这种排外的情绪这些做法本身呢，其实并不意味着说一定会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过去。但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它揭露了一个现象背后的本质，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确定中国确实是在开倒车，确实是在走回头路。那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先回想一下当年毛泽东的时代，当时最关键的是美苏的冷战，在中国发生的很多的事件其实都脱离不了当时的那个全球的政治格局。中国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一员自然而然他要承担起对抗整个欧美自由世界的一个责任。那么美苏争霸的背后，它是两种模式，两个主义之争，对吧？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按照苏共和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读，那么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面前是腐朽的、没落的终将要被淘汰。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东风压倒西风。后来中苏决裂了，中美突然建交，然后苏联突然解体，对吧？中国实行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放弃了苏联模式，开始导向美国模式，至少引入了市场经济，对吧？至少在表面上呢，放弃了东西方对立的这种冷战思维，也放弃了阶级斗争，某种程度上算是给资本主义投降了。那么在这两大主义的对决当中在经过冷战之后，资本主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今天的中国正在把已经被抛弃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重新又捡起来，因为这是未来要重新跟西方对立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基础。比方说习近平现在就号召大家去学共产党宣言，对吧？高调的纪念马克思诞辰，而且在讲话中也强调所谓的东升西降，这不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翻版吗？中国共产党发明了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什么中国梦伟大复兴这些概念最近更是不惜余力的把所谓的那个美式民主来大加的鞭笞。那为什么他说美式民主而不说美国民主呢？其实美式民主这一句话呢，就能把美国骂了，还能把整个西方的整个民主世界都骂了。因为在批判这个西方民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定义什么是美式的民主。实际上这个目的就是要混淆视听就是把所有跟中国的制度不一样的那些制度都给
这个当做这个批判的对象。所以说他说中国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全过程民主，那其他的民主都是假的民主。这跟当年的毛泽东时代来宣传什么风景这边独好这样的政治宣传是一样的。当时是说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后来也一直在说中国的制度是代表马列主义的是最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呢解救了中国人，他们还要去解放那些水深火热的台湾人、香港人，甚至解放全世界把红旗插遍全球。所以中美之间的这个口水仗并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中国在重新塑造对抗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学说、新理论。当他有了理论基础，用这个理论进行了武装把理论当作武器，就可以全盘的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跟经济制度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习近平的这个所谓4个自信不就实现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多他们不自信的一些行为动作，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的跟西方翻脸或者说对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还有所求。那么当他们重新建立了一个中西方的对立的态势之后完成了在中国的大规模的洗脑宣传和信息的封锁，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真的自信了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或者是世界的未来他们会感到无比自信，无比自豪。当然这种自信在我们外界看来只不过是愚昧跟无知这就跟我们看今天的朝鲜人是一样的。朝鲜人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